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你们聊聊我周末一个人的观影体验。片名叫做《歇斯底里》，一部我早就想看的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在某些地区也被称为震动性世纪。在我开看片子之前，脑子里就开始回想“歇斯底里”这个词在医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来龙去脉。于是我就先做了点背景铺垫。古代对歇斯底里的认知，先跟大家补充点历史知识。歇斯底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明确描述且与女性紧密相关的精神疾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1900年的卡洪纸草文稿。古人相信它的成因是女性的子宫在体内乱跑。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意为子宫 （mid），听上去当然很荒唐，但在古代，像古埃及人会用各种芳香或刺激性的物质来让子宫回到正确的位置，而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则建议通过婚姻或性生活满足子宫来治疗歇斯底里。罗马时期的盖伦也把歇斯底里视作子宫疾病，用草药、泻剂和芳香油等方式来处理。到了中世纪，人们常把歇斯底里跟巫术或恶魔附身混为一谈，很多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的女性都遭到了宗教迫害。教会把精神疾病视为魔鬼作祟，所以想当然的用驱魔来处理。哈莎是启蒙运动之后的进展。历史往后推，18世纪末的启蒙思潮让人们开始转而从神经系统和大脑角度来理解歇斯底里。19世纪，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用催眠等方式研究歇斯底里，证明了男性也可能患有这种病，从而打破了只有女性会的歇斯底里的传统看法。再后来，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指出，歇斯底里的根源其二是心理冲突，而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到了20世纪，这个诊断渐渐退出医学舞台。1980年，美国那本著名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正式删除了歇斯底里性神经症这一类别。科学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表达情绪困扰的方式并不一样。在西方社会，歇斯底里的病例渐渐减少，抑郁症的比例却上升。可在印度、埃及这些非西方国家，歇斯底里仍然被认为是情绪疾病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歇斯底里的剧情，接下来聊聊电影本身。影片里，休·丹西饰演的莫蒂莫·格兰维尔医生，最初用手工方式替女性患者疏解焦虑或各种特殊需求，结果因为病患太多，他的手都快抽筋了，这才意外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动按摩器。就这样，这位医生加上他的发明，满足了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受到歇斯底里诊断的女性的需求。哈哈，女权与夏洛特·达尔林普。在片中有个角色我特别喜欢，就是夏洛特·达尔林普。她非常有胆识，思想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热衷于推动女性教育与平等。她带格兰维尔医生参观他服务的社区中心时，那段对话特别有意思。他告诉格兰维尔医生，这个房间平时是托儿所，但也用来教孩子们算术和字母，甚至还会偷偷加入一些进步思想。孩子们需要学习洗手，用肥皂和煮沸的水，这在当时其实是挺前沿的卫生观念。格兰维尔医生说，他花了好多年想让医学界接受洗手可以预防疾病，可收效甚微。夏洛特却用最直接的方法，从孩子抓起，让他们未来去影响父母。这让我感慨，人们在那时还不知道细菌是什么，但如果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他们长大成家后就会让下一代生活在更好的卫生环境下。Pash 思考女权与社会支持。看完电影，我对女权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女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保持单身或者拒绝婚姻，而是追求在家庭和社会里，男女能共同承担责任、义务和权利。这种平衡不仅需要双方个人的努力，也需要国家政策或社会制度的支持，比如在育儿、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保障。结语。
电影最后，格兰维尔医生得出一个结论：在和我的病人们沟通后，经过审慎思考，我得出的专业意见是，歇斯底里是个子虚乌有的概念，它只是个兜底说法，用来形容那些没有机会、只能一辈子困在家务中的女性。所以，对我来说，虽然歇斯底里有一定的戏剧效果，但更多的是让人看到过去社会对女性的一些荒谬误解，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医学和两性平等的探索和思考。看完这部片子，让我既觉得娱乐效果不错，也多了许多关于社会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思考。好了，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内容。如果你也看过这部电影，或者对这段历史背景有什么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记得帮我点个赞，分享一下。我们下期见。